聊點什麼嘞？聊聊我們的姓氏吧，這個是跟大家都息息相關的啊。但是呢，这個百家姓當然聊起來有點太長了，這一年還不夠聊，所以我挑了一個小小的主題，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中國這個歷史上的，其實一直流傳到今天啊，叫四大家族啊。當然了，中國歷史上家族很多啊，從這個门阀时代開始流傳下來大量的家族，但是每一個都能上溯到春秋時期等等，所以大家說姓王的、姓李的、姓陳的、姓楊的、姓錢的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最祖上光榮的族譜啊。所以我就挑來挑去，我覺得有4家或者叫4個姓吧，非常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因為實在是英才輩出。當然如果大家有興趣，聊完這4大家族還可以把一些有意思的姓繼續跟大家聊一聊哦。所以先聊一個目前全中國這個姓的人最多的李大概得有1億多人吧，可能現在都不止但是李姓呢有那麼幾大家族啊，這個其中最大的一家也是最牛逼的一家吧，叫隴西李氏隴西就是現在的甘肅啊，甘肅有各種文化，這李氏的文化现在甘肅重要的文化之一啊，甚至跟敦煌啊什麼的齊名隴西李氏也是上溯到很久遠以前了，最早就是從秦代開始吧，封到隴西郡所以這個時候這個隴西李氏就是這麼來的。隴西郡這個前輩人就不說了這個當個郡守之類的不是什麼大家伙從這個第一個出大名的隴西李氏就是秦國的大將李信。這個大家看這東周列國志什麼秦王掃六合秦國這個晚期最重要的名將們就是什麼白起了、王翦了、李信了，李信比他們晚一點但是正趕上那個最容易立功的時候，說李信這個滅燕滅齊，然後這個滅趙也有功，滅楚打敗了被項羽他也項燕打敗過，但是他最大的一功就是滅燕的時候因為你想秦王最大的仇人是誰呀？就是太子丹燕太子丹派了荆軻去刺秦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仇必須得報。所以李信一直追，佔領了燕國首都就是北京之後，繼續追到這個遼東去，直到把太子丹腦袋給拿回來所以這可是替秦王報了大仇，立了大功。所以李信是這個秦國最後統一6國的最重要的將領之一吧，這也是隴西李氏第一個名揚天下的名將。很長時間一直到很晚出現文人之前，他們一直是這個軍事貴族世家一直靠戰功所以秦之後到了漢朝那就出現了大名將李廣、李陵這爺孫倆吧當然這爺孫倆的命運評價完全不一樣李廣那當然是永遠出現在詩詞歌賦裡的大英雄這個但是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什麼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反正就各種對李廣的長嘆讚揚因為他一直堅貞不屈嘛，跟匈奴打這個那時候匈奴強大呀，大家想想看，這個當時衛青、霍去病這種皇親國戚是大將李廣經常統帥偏師步兵，一會兒被匈奴包圍了，負傷被俘，然後放在2匹馬中間，然後哥們兒趁匈奴不注意搶匹馬要跑了，然後再次伐匈奴的時候自己又迷路，然後自盡而死，這個殉了王朝，所以一直就被歌頌。史記裡司馬遷給予高度評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個還有什麼射石搏虎，就是當然民間傳說了，一個人當大英雄就像關公一樣，大家就說他怎麼看見一塊石頭像老虎，就一射，這個箭就沒到石頭裡去了。總而言之吧，各種歌頌
啊，但他兒子就比較慘啊，他的兒子就認為李廣是被這個衛青給陷害了，於是他兒子就揍了衛青。但是衛青是胸懷很大的，這雖然是這個外戚啊，但是外戚也有牛逼貨嘛，啊，所以衛青就隱瞞了，就沒說這個李廣兒子揍他這事兒。但是衛青的外甥霍去病就不幹了，霍去病就趁打獵的時候把李廣兒子射死了，啊，這個孙子就更倒霉一點。這李陵當然也是著名的了，有各種诗詞歌赋說李陵啊，這李陵没辦法，也是被匈奴包圍了，啊，包圍以後實在是这个苦戰無法這個脫險，最後就說無面目回朝，那就投降了匈奴。隴西李氏啊，世代名將，匈奴當然覺得哎呦這也太厲害了，於是把女兒又嫁給他啊等等。他們家一支後來就改姓了，改姓叫拓跋，這個因為據說是娶了姓拓跋，然後那邊鲜卑又姓母姓，但是這個已經有點難考證了啊。但是能考證的就是啊，這個一直到了南北朝的時候，那這個拓跋是啊君臨天下，北朝嘛，啊，然後從這個北魏開始改姓啊，改漢姓啊，拓跋氏改姓元，於是這個啊李氏後代又恢復了這個李姓。啊，恢復李姓就是成為這個啊西魏北周，他們當時叫八柱國12將軍，啊12將軍之一的李賢、李遠，啊這就是李陵的後代，啊當然也立下各種戰功啊。但是這個時候出現了隴西李氏的另一支，這個有點意思啊。這12將軍不是最高的，在北朝當時最高叫八柱國，就是什麼獨孤氏啦，什麼生了一堆皇後的這個獨孤氏，在西安現在博物館裡有著名的這個獨孤氏的這印啊，10幾面，官銜太多啊。然後這個同樣在八柱國裡出現了一個叫李虎的人啊，這李虎當然就有名了，因為他的孫子就是李淵吶，李淵的兒子就是李世民吶，於是建立了唐朝。當然了，他們一直說他們就是隴西李氏的後代啊，於是在唐朝的時候又把隴西李氏封成這個天下第一姓，然後還做了宗譜啊等等，啊，應該說大家那麼多年就一直認為這個他們就是隴西李氏，啊，但是呢，這個據我們的民國時代的歷史大師這個陳寅恪先生考證，李虎、李淵就是他們這一支可能是趙郡李氏，就河北還有個李氏啊。旁支破落戶，大概就是這樣，然後在邊疆打仗，跟胡人各種混到一起，然後混成一種胡漢雜在一起的一個李氏吧。啊，那個時候這個五胡16國，然後大家都得認這個祖先，然後於是他們就攀上了隴西李氏，於是就啊這一支當了皇帝，咱們就權且算他是隴西李氏的一支吧。當然了，隴西李氏的其他支也這個不落人後啊，正經的隴西李氏的其他支在唐朝當過10個宰相。當然了，這個李虎他們家還不是隴西李氏出的第一個皇帝啊，隴西李氏出的第一個皇帝就比他們還要早，就16國時代啊，這五胡亂華的時候，那有一個國叫西涼，西涼國的創建者李浩啊，他就是隴西李氏，但是你像隴西嘛，西涼國，所以隴西李氏在那個時候真正的當過皇帝啊。後來是當了皇帝的李氏自己認祖歸宗，說我就是隴西李氏，那就是隴西李氏吧。但是除了皇帝這一支李氏，正經的隴西李氏在唐朝出了文武各種大牛逼貨啊，武出了李靖啊，這個唐初的大將李靖。李靖之戰功卓著，以及被民間傳頌，最後他就成了托塔李天王。大家看到那廟裡那托塔李天王，這孫悟空跟他很鬥的那天兵天將總指揮托塔李天王，那就是李靖，那就是隴西李氏的後代。文可就厲害了，10個宰相不重要，對我這種文藝青年來說啊，最重要的是出了幾個大詩人。啊，當然重要的大詩人李賀啊，這個大家都知道，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後出了晚唐大詩人李商隱，當然李商隱到底是真正的隴西李氏，還是李虎、李淵、李世民他們家的遠房宗親，有待考證啊。李商隱的這個詩可太多了啊！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巴山夜雨后來還拍成了一個著名的文藝片電影，這可太著名了啊！當然了，還有人考證說李白也是。這個我因為實在是生在碎叶，就現在已经不屬於中國了。那當然你說陇西再往西西到岁月去，有一支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可能吧。但是李白这個先存疑啊。但是陇西李氏的大文人還沒完事兒啊，這個下面還有李煜啊。先跟大家讀2首詞吧。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在我小的時候，我的爸爸媽媽給我一個黃色的小本，也給我妹妹一個，跟我們說，你們抄吧，你们把你們覺得好的詩詞歌賦、好的對聯、好的所有這些東西抄下來。當然我抄了很多啊，我妹妹也抄了很多，我到現在也沒有問過我妹妹到底抄的是什麼。我們倆好像不聊這些問題，但是我自己抄了大量的李後主的詩詞，尤其是詞。長大了以後，我發現這些詞其實原來是歌詞，這些虞美人、這些蝶戀花、這些所有的詞牌其實都是旋律，可是都失傳了。當時我還挺傷心，我說為什麼這些旋律都失傳了，我要重新寫一下。那後來我也寫了啊，一個就是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当然这首歌的副歌是他的最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在我少年時代的審美中，我一直以為李後主就已經官職了，他寫的那些文字韻律，所有那些東西是中文最美好的東西。我小的時候特別不理解他寫那些韻律為什麼這麼美好，因為我知道北京話是後來異族入侵以後，然後融合了很多北方的異族的話來的，所以關漢卿的東西我當然能理解，曹雪芹的東西我能理解，但是他在江南寫那些東西，以當時宋朝的口音，為什麼傳到今天依然這麼美麗？我給大家聽一段用粵語朗誦的他寫的詞，當然不一定當年他寫詞的時候用的就是粵語，今天已經不能考證說唐宋時代到底用的什麼樣的語言，但是有很多中國的古漢語在粵語中保留下來了，導致今天朗誦起來依然是那麼美麗。大家來聽一聽用粵語朗誦的他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我長大了以後當然有很多變化，我後來更喜歡比如說關漢卿，我曾經特別喜歡《紅樓夢》，後來我長大以後忽然又喜歡上了《金瓶梅》，因為關漢卿以及《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代表了我長大以後的那種文學觀吧。我覺得直面人生，直面社會，直面時代，然後殘酷的冷酷的去描寫這個社會，可能比那些騷柔的東西更好一點。騷柔是我發明的一個詞啊，
後來我發現英文裡面有對應的詞叫 sorrow， 比如說 Our Mother of Sorrows， 這在西方很常見的一句話啊，是很多天主教堂裡會寫的一句話，翻譯過來就是說我們的饱含哀愁的母親，就是說聖母瑪利亞一生承受了很多隐忍和痛苦，就是 sorrow。 但是我发现我后来不管怎么转变我的審美觀，怎麼喜歡關漢卿，怎麼喜歡蘭陵笑笑生，可是有些時候偷偷的再讀起來曹雪芹，再讀起來李後主，依然還是覺得直達我內心深處。我小的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叫做《一江春水向東流》，應該算是解放前中國上海電影的最傑出的代表，講的是抗戰前後人們顛沛流離，然後愛情的變遷，社會的變遷，時代的變遷，在人世上留下的深深的烙印。那部電影的名字我當時特別喜歡，說明了一江春水向東流永遠都不過時，永遠都是人們在戰亂，在離亂，在顛沛流離中的人生的寫照。李後主當然是經歷了所有這些東西啊，從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一直到幾層石干閣。所以李後主在我心中是一個偉大的不能替代的文青的代表，而且是不是有那樣的經歷就導致這樣的文學，一直都是我想的問題。因為有那樣的經歷人其實也不是李後主一個人啊，曾經有一個還算比較大的國家，然後國破家亡，然後最後老婆被人搶走了，人生也被人搶走了，那最後能寫出這樣詩篇的人有幾個呢？其實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包括西方歷史上也沒有幾個。所以偉大的文藝青年到底是不是應該有這樣的人生才會寫，還是沒有這樣的人生他也會成為一個偉大作家，一直都是我想象的問題。如果聽眾中間有不太了解李後主李煜的人，我可以稍微的介紹兩句。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想過繼承這個國家的人，突然繼承了一個國家吧。李後主的父親南唐的中宗李璟其實也是個文藝青年，也寫過不錯的詞，但是他繼承的時候他沒有想過自己要變成一個君主，所以他受的教育完全是一個文青的教育。大家知道中國古代一个皇帝生很多孩子，除了太子要受很多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受很多儒家的教育，受很多各种各样要识仁政的教育以外，其他的孩子无非也就受些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的教育。他很像宋徽宗啊，以後要講文青的時候一定要講到宋徽宗，也是中國歷史上另外一個大文青。他們兩個很像的就是都沒有想過自己會變成皇帝啊，因為他們本來也不是太子，也不是最有治國才華的人，但是突然因為比如說哥哥全死了，或者只剩一個哥哥還瞎了，就像李後主，然後突然他變成了君主。但是他變成君主的時候勢已不可為，大家知道那個五代十國時代亂世，大家打來打去，然後大部分的國家都是非文青統治，就是全是草莽出身或者是武夫出身等等等等啊。宋朝就是嘛，趙家就是武夫出身，趙匡胤就是一個相當於那種武士浪人出身的這樣一個人啊。但是他們因為僻處江南，首都在南京金陵，然後天天詩詞歌賦，他繼承的時候南唐已經勢不可為。如果我們按照一種愛國主義觀來說，他當然是個不好君主，他天天向宋朝稱臣，然後送錢送絲綢送各種啊東西啊，苟延殘喘，但最後也不行了，還是被宋朝滅了。當然如果按照大歷史觀來說，那祖國統一了也是好的，他沒有阻擋祖國統一。有一種歷史觀很可笑，說他特別好特別好，因為他不抵抗，那不抵抗呢就救了江南人民，反正祖國要統一嘛。
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看，他當然是一個不好的君主啊。對於所有他下面的那些臣子來說，他是一個懦弱的君主，導致他到被滅的時候也只能垂淚對宮娥啊。但是垂淚對宮娥這句詞也被人詬病，說為什麼滅的時候不垂淚對百姓黎民，而垂淚對宮娥呢？那就是他的人生嘛，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格局不大的人。但是他的文學格局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他還有过2個大概中国歷史上第2有名的姐妹老婆吧，第1有名的應該是大喬小喬，然後就是他的大周後小周後，他曾經娶過一個江南大美女，然後封為周后，然後在他的大皇后生病的时候，又跟小周后偷情，然後偷情導致更加的刺激了他老婆，然後他老婆就去世了，於是他就充滿了各種悲傷。小周后可能是當年江南最大的美女吧，那個時候沒有照片啊，也不知道美女美成什麼樣，但是有春宮圖證明小周后非常美啊。因為小周后跟他偷情的時候大概15歲，然後大周后去世以後，他封了小周后當皇後，他的臣子還上書諷刺他說你如何如何，但是這些都沒用了，最後被宋朝滅了。最後他就北上汴梁，到了汴梁以後他投降，被封為一個非常可笑的侯爵啊，就是違背了大宋的天命，所以叫違命侯。當然這比那個宋徽宗最後被靖康恥俘虜以後被封為昏德公也差不多吧，侯比公小一級，違命侯、昏德公都是勝者對敗者的羞辱，他就接受這種羞辱。不光是這個啊，還有他的最美麗的皇後小周後，還被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就是宋太宗，不停地招進宮去。然後我就不說了吧，大家都理解啊。後來還傳下來那種春宮圖，就是宋太宗如何搞小周後，小周後怎麼被5個宮女架着，2個架着胳膊，2個架着腿，1個架着背，然後這就不說了啊，大家不要去看那些春宮圖啊，少兒不宜啊。總而言之，他是這樣悲慘的命運，導致他前期的香豔的詞變成了後期的春花秋月何時了。他最後的結局就是比宋徽宗還慘一點啊，宋徽宗還是活了一些年的，他是在生日那天大辦宴會，然後唱歌跳舞，因為他一生就是這樣一個文藝青年。然後據說聲音傳到宮裡，然後宋太宗非常生氣，說他居然還這麼囂張，而且聽到他寫的詞還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說你還想念故國，所以派人去賜死，給他喝了毒酒，然後非常悲慘的死去。在七夕那一天啊，他的生日是七夕，然後他死的天也是七夕。其實七夕是一個充滿了哀愁的日子，不是那種奔放熱戀玫瑰花綻放的情人節，而是夾雜着哀傷柔情煎熬思念愁腸百結望穿秋水的傳說，這就像李煜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覺得一個偉大的文藝青年生得其所死得其所。所以大家記住啊，李煜也是隴西李氏的後代。從唐朝開始，這李氏基本上就從將軍世家靠打仗這個戰功的世家變成了文人世家，這大概也是所有大世家的這個演變過程。通常都是從戰功開始，然後就家裡有錢啦，有錢有地位，教育孩子，孩子越教育越好，越来越不能打仗啊，但是越来越能写詩啊，所以就養出一大堆這個文人。但是到後邊這個李煜之後啊，宋朝開始了啊，宋朝当然還是有這個隴西李氏的後代，比如說著名的這個白鹿洞書院的白鹿洞書院，當然是很早以前其實就是由隴西李氏的一支，他們隱居讀書，但是老帶着一鹿，所以就叫白鹿洞。白鹿洞書院当然是跟什麼岳麓書院啊什麼這些中國4大書院之一嘛。但是白鹿洞書院真正的興起是朱熹啊把它給建起來然後當洞主。但是朱熹之後就傳給了李矾，李矾就是隴西李氏的傳人
大概宋朝以后啊，陇西李氏当然就是越来越廣了啊。最後這個你想想得有多少人？中國1億多姓李，那可能有一小半人都說，好幾千萬人說我隴西李氏後代。所以再往後這個就越來越難考證了，說到底因為分得太廣了啊。但是到今天，大量的李氏後代，咱們姓李的兄弟姐妹們啊，說自己是隴西李氏，然後啊供着咱們的這個隴西堂。當然還有趙郡李氏啊等等那麼幾個，但是最著名的李氏的光榮就是隴西李氏。4大家族排行榜要說到楊氏了啊，大概天下楊氏只要家裡有族譜，通常都會追溯到弘農楊氏。弘農楊氏應該說是楊氏家族裡最顯赫的一支，那所以到今天大家都說我們是弘農楊氏、華陰楊氏等等，源遠流長，比較複雜。咱們今天主要講講這弘農楊氏。弘農差不多是在秦漢函谷關的旁邊，就是現在差不多河南靈寶，可能陝西有一點啊。那個時候的大氏族通常都是那個地方關隴啊，這個陝西到河南一帶。弘農楊氏當然了，在族譜裡把自己有的上溯到尧舜禹，有的上溯到春秋時期放羊的那個羊等等吧啊。但是真正比較可考的弘農楊氏的祖先，但是最開始發跡是楊敞啊，這個西漢昭宣時期一直當到丞相啊。但是這個比楊敞更早的能有史書記載的弘農楊氏，就是司馬遷記載的啊。司馬遷記載這垓下之位啊，大家項羽十面埋伏啊等等啊。結果當時就是說誰能殺了項羽，誰就封萬戶侯啊。這是劉邦說的嘛，這個能殺項羽當然就立了大功了啊。但是没想到项羽不是被誰給殺了，項羽給自殺了。所以自殺以后，這漢軍衝上去就分屍嘛，大家都搶項羽的屍體，一代霸王最後的下場比較慘啊。史記裡記載大概是5個人把他屍體給分了，其中有一位這個中下級軍官叫楊喜，搶着一塊於是封侯了啊。當然沒封萬戶侯啊，因為大家5個人給搶了，所以他封了10億1900戶，叫赤泉侯。他的兒子孫子都一般了啊，但是到第4代的時候，曾孫中間出了一叫楊敞的。這楊敞是幹嘛的呢？司馬遷的女婿。司馬遷雖然受了宮刑啊，宮刑之後就不能生孩子了，但是受刑之前是有孩子，有女兒。這女兒也是女中豪傑啊，嫁給了這楊敞啊。這楊敞是幹嘛的呢？這個魏家、霍家，然後講到大美男霍光，然後3朝元老等等。楊敞同志就是以霍光的秘書出身，當然了，記載裡面就比較謹小慎微啊，這個當斷不斷啊。總而言之，據史書記載，他遠沒他老婆厲害，他的人生中的數次重大轉折都跟他老婆有關。楊敞先生就成為了弘農楊氏族譜裡第一個出了大名的人。然後他的小兒子叫楊運，這楊運也封了個侯，而且不是繼承的啊，是自己立功封了侯。楊運的唯一的事跡啊，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很有意思，是他保管了他的外公，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啊。因為咱們之前講過啊，史記啊、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啊，這前4史都是私傳史，就是自個兒寫的。自個兒寫了以後，當然裡面有很多自己的情感注入在裡面了，包括把项羽寫得那麼好，寫在本紀裡啊，包括对漢武帝有一些不滿啊，腹诽。當然因為漢武帝把他宮刑了嘛，那當然有很多不滿啊。私史就是弄好了当然名垂青史，弄不好下场很慘。咱們也講過，這個前4史的作者這幾位其實下場都不太好，包括班固了，包括范晔了，包括陈寿。所以司馬遷那麼聰明的人，他意識到說這個書應該藏起来，然後在後世再來發表，於是就交給了楊運。所以杨運是以保存了史記啊，最後使它见於天下，一直到今天变成輝煌的不但是史書，而且是輝煌的文學著作。所以這是楊運啊。再往後就越來越大了啊，這家族到了東漢出了個楊震，號稱關西孔子，這大名士。
著名的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所以杨震的后代儿子孙子曾孙啊，就是四世三公。大家记得袁绍他们家四世三公，所以弘农杨氏当时跟汝南袁氏啊，这都是大家族啊。袁氏当然因为后边就不行了，所以没有在咱们这个四大家族里，但是当时汝南袁氏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跟杨氏并列叫四世三公。这四世三公里其中一位啊，做到了东汉献帝年间的太尉，叫杨彪啊。杨彪有一个兒子，這著名了啊，這個大家就算對前面這幾位楊氏不太熟悉，但是楊彪的兒子楊修就是在三國裡著名的大才子，然後著名的嘴特欠大才子通常都嘴特欠嘛。這個楊修耍小聰明的故事特別多啊，給大家講講，也提醒有才的人要稍微收斂一點，不能耍小聰明，不然的話很危險哦。先說這個雞肋的事兒啊，很多人已經都耳熟能詳了啊。曹操當時在漢中跟蜀漢征伐不休，然後就覺得贏面也不大，可是撤了又難受，所以當人家問他說今天晚上口令是什麼，叫護軍不知進止何依，就是這個口令依據什麼呢？曹操說了一句話叫雞肋，因為他當時正在吃不是肯德基啊，反正就是那種雞肋骨，然後外邊都不知道為什麼說把這口令叫雞肋，然後楊修就開始耍小聰明，領導說了話你不要去猜測啊，但是他就猜出來，他說你看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什麼意思呢？就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公就是曹操嘛，就他打算回家了，就不打了啊。於是大家就都明白了，曹操當然就不高興了。我這本來就心裡不太痛快，然後你還完全看透了我心思，讓大家覺得我沒那麼英明神武，這個可犯了大忌，比領導更聰明。臨近是什麼事呢？當然這不是在正史裡記載啊，這是在《世說新語》裡記載的，就是南北朝時期的一個那種八卦文集。然後說什麼呢？說曹操從曹娥陂下路過，曹娥就是那個時候東漢的一個水神，其實實有其人，就是他爸是一個裝神弄鬼的巫師，然後上江上去迎伍子胥，然後就淹死了，曹娥就投江了，3天以後把他爸給撈出來了，於是就被奉為水神啊，在那供着，所以有他的廟啊，有他的碑，然後這個曹操路過他的碑，然後這個楊修跟着啊，碑上寫了8個大字，叫黃涓幼婦，外孫姬就，這很奇怪的8個字啊。然後曹操就說你看懂了嗎？然後楊修這時候就不該說看懂了，就得說您說呢？結果他說我看懂了，結果曹操就很不高興，說你先別說出來啊，讓我想一想。你看曹操作為大文學家啊，建安七子之首，不能這麼服嘛，就走了30里地，終於想出來，說我已經想出來了，咱倆把這寫下來。於是就寫了，說你看黃涓有顏色的絲，就合成一個絕這個字兒，絕就是有顏色的絲嘛。幼婦少女的意思，少女合成一個妙字。外孫就是女兒的兒子，女和子合成一個好字。就和這個姬字合成一個詞，就繁體字的詞啊，所以這就是絕妙好詞。結果曹操把自己寫出來一對，跟楊修一樣。於是曹操很不高興，雖然感嘆說我才華不是你多，我比你多想了30里地，那可是曹操心裡是很不高興的嘛。然後就是人家給曹操修房子，修完房子曹操去看，看完以後就在門上寫了一國字就走了。然後別人說什麼意思啊？楊修又說了，這小聰明老耍，說你看門裡邊一個火字念闊嘛，他嫌這門太大，於是人就把這門給減小了。那曹操當然永遠被楊修看出心思，這個事兒對曹操這樣的人來說是非常的不高興了。還有一次有人送給曹操一杯奶酪，那時候哈，因為有各種胡人啊西域，曹操吃了一點，在杯蓋上寫了一個和字給大家看，別人沒明白什麼意思啊，楊修拿過來就吃，說曹公說了和什麼意思啊？就一人一口嘛，和人一口，所以咱們就
吃了啊，所以这個事兒讓曹操又非常的不高興啊。再加上最不高興的啊，這些都是小聰明，其實就是他輔佐了曹植嘛。然後曹操每次考驗曹植，他都幫曹植過關。然後當曹操最後知道說啊，都是楊修你幫曹植過關，你什麼意思啊？我在這兒考驗太子，看誰繼承，結果你在這兒搞這些事兒，所以最後找個機會就給宰了。當然了，這個楊修之死並沒有把這弘農楊氏給斷絕了啊，因為這是一大支啊。當然弘農楊氏後來出了帝王。為什麼能成為這個大姓？你得其中有人做帝王啊，李家有人做了唐朝帝王。這個唐朝之前是哪朝啊？隋朝啊。隋朝的帝王就是姓楊嘛，杨坚啊。當然他自己說他是弘農楊氏啊。大師陳寅恪考證說，其實他不是，他是山東韓族。然後因為自己成了帝王，於是委託於弘農楊氏，就像他考證這個李氏其實也不是這個隴西李氏一樣啊。李氏其實也是出身寒門，但是每當成了帝王就得說啊，我們家其實是大族啊。當然考證歸考證啊，自古以來楊氏家譜裡記載，杨坚就是弘農楊氏啊，他的爸爸就是八柱國之一啊。最逗的是他們家其實那時候已经不姓杨了，那時候已经叫普六如。普六如是什麼意思啊？就是一個鲜卑姓，因为那是北朝鲜卑人嘛，就讓大家鮮卑化，於是大家就把名字都改了，姓兒都改了啊。咱們之前講李氏時候講過，李陵他們家那邊也改成了鮮卑姓，後來又恢復了姓李，他們家也是開始叫普六如堅，他當了皇帝以後才又恢復了楊姓啊。當然他跟這個楊修是徹底反過來的啊，非常低調隱忍，然後無數次考驗都經過了，一點不耍小聰明，一直非常非常沉着的結交內臣啊，結交太監啊，等等等等，最後一直當上了皇帝的老丈人，女兒楊麗華成了皇後。那當然這種故事就好了，大外戚然後如何夺權，这就不多說了。總而言之，這個建立了隋朝啊，所以這個楊姓終於成了皇帝，於是成了大國姓啊。當然了，隋朝還有這個平定南朝陳的這個楊素，當然也是弘農楊氏了。那弘農楊氏文武雙全啊，後來這個武的這邊還出了宋朝時候的楊家將、楊老令公啊，這個楊六郎。當然楊家將其實沒那麼多人啊。這個楊延昭當然是有的歷史記載，但是在評書裡叫楊六郎，其實他們家沒那麼多孩子。但是武的方面出了一系列的名將，文的方面就更厲害了啊。這個弘農楊氏在唐朝楊姓還是大姓啊，唐朝叫李武尾楊啊，武就不說了啊，武則天，但武則天他媽其實也是弘農楊氏啊，尾也是皇后這個出身，李武尾楊四大姓互相聯姻，楊姓出了11個宰相在唐朝，當然還出了大美女啊，楊貴妃，唐玄宗的楊皇後，所以文武雙全。後來還出了什麼楊萬里啊、楊大義等等等等。當然了，這個後來楊氏一族越來越大啊。成名成家的大家都說弘農楊氏，所以考證起來也極難。但是在楊氏族譜裡確實記載了很多這個後世，比如說明朝的三楊啊，楊士奇、楊榮、楊阜，大家看明朝那些事兒啊，就都知道了。清朝居然還有一個楊秀清，太平天國東王啊。近代據說啊，但是大家族譜裡這麼寫啊，楊虎城啦。這個包括大科學家楊振寧啊，包括楊絳啊，甚至說楊利偉、楊冪都是弘農楊氏的後代啊。這個我覺得中國的姓氏很有意思，就是前有開國皇帝，然後有文有武等等等等，那後世大家就凡是姓楊的成了功成了名，大家都說是弘農楊氏。各位姓楊的朋友們啊，把自己的族譜拿出來看看，會看到英才輩出，這也是我們中國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啊。因為我們的姓的人太多了，不像西方的姓啊，西方是名字就那麼幾個，什麼 David、Peter
Alexander， 當然姓成千上萬，所以西方的家譜非常嚴格啊，就同姓的人不多，因為一個家族就一個姓。中國是反過來的，名字成千上萬，叫什麼名字都有，但是姓就那麼張王李趙遍地流啊，所以中國因為姓就那麼多啊，當然集中度沒有韓國多啊，韓國就那麼4個大姓啊，但是中國也就那麼幾十個大姓啊，所以很容易大家都說我們500年前是一家，包括姓高的每次見面都說500年前是一家，因為中國的姓就那麼多啊，所以楊氏的朋友們今天查查自己的家譜是不是弘农楊氏的後代。咱們4大家族來到了目前在全中國排第5大姓的陳氏，据說有7000多萬人，而且是應該算在海外最大的姓了，因為陳氏的歷史就是一路南遷的歷史啊。这个最早在中原地區，後來南遷到吳興，後來南遷到江州，最後南遷到福建等等，所以福建那邊姓陳的很多，然後台灣啊，然後就流散海外，所以海外據說也有上千萬人姓陳。當然這個陳姓有很多支，咱們今天主要講的就是最旺的這一支啊，叫颍川陳氏啊。颍川這已經很熟了啊，因為咱們前一陣講三國啊，講到這個三國謀士輩出，包括大家看這個什麼軍事聯盟啊等等，三國時代最龐大的謀士集團啊，或者不光是謀士吧，應該叫最龐大的政治集團，就是來自於颍川，包括了颍川的荀氏，這個荀彧、荀攸這一大票人。當然陳氏在那個時候沒有荀氏大，當然還有鍾氏，就是後來滅了蜀國的鍾會啊等等，韓家等等，包括跟他們有關係的這司馬家、徐庶啊這一大票。今天就不講這些其他什麼荀氏、韓氏、鍾氏啊，主要是講講咱們這個發跡在颍川的這陳氏大家族。其實在這之前陳氏就還可以啊，這個最早就是陳國嘛，最起碼他有一國姓陳，這個就挺難得啊，所以這個姓一直就保持下來了。包括陳國後來還有了陳朝等等，當然也是咱們這颍川陳氏後代建立的啊。那個時候早期的中國上古時代，那都是就封到哪兒，那就貴族就姓哪兒的姓唄。就像我說咱們高家也是啊，這個原來是姜氏裡面的一支，封到了高這個地方就姓高了啊。這個陳也是封到了陳國，他就姓陳了。中間還有過一個應該叫陳氏先祖的有意思的故事啊，就叫敬仲奔齊啊，因為原來是姓陳，陳立公的兒子啊，陳立公就是陳國的國君了，他的一個兒子叫陳完，字敬仲，然後他因為陳國發生宮廷內亂，就逃到齊國避難啊，結果避難以後呢，哥們兒就改姓田了啊，改姓田了之後，結果最後姓田的取代了姓姜的。所以這個齊國在春秋戰國時代還分成前期叫姜齊，後期叫田齊。姜齊就是這個齊桓公啊什麼這些人，後來被田氏篡了以後，這個齊國就改姓田了，所以最後齊國滅了以後才有什麼田橫500氏啊等等等等啊。當然了，這田橫他們就500氏了遜了，但是這還有一支叫田枕的就逃到了河南啊，逃到河南禹州了、許昌了這一帶。後來說咱也別再姓田了，姓田都滅族了，咱就又恢復了姓陳啊。但是這一支就留在了河南這個地方，其實就是颍川這個地方啊，然後就慢慢發展起來了啊。當然了，就跟咱們前面講每個大家族似的，那總得有這個煽起來的人，總得有起範兒的人啊，就是到某一代的時候起範兒了啊，他就被尊為這一支的這個老大啊，所以起範兒的這位呢就叫陳實。這時候已經到了漢末了啊，其實那時候他們家也不太行，跟颍川其他的荀家、鍾家那還不能比啊。那陳家比較寒微，但是哥們兒就又讀聖賢書，然後成為大儒啊，等等等等，然後名聲遠播，最後把陳家給
起範了，成為能追上荀家、鍾家、韓家的這個颍川4大家。有關陳實這個就說一個小故事，著名的叫梁上君子，這很多人都听過。就是他們家來一小偷，他聽見了，就在梁上那兒蹲着。那會兒也沒110，他也沒報警，也沒幹嘛，然後就把家裡的孩子招來，就開始教育大家說，其實這世上没有什麼天生是壞的啊，其實人都是心是善的啊，等等，有些人是没办法，然後才成了这个梁上君子。结果梁上那哥们一听，感动的就跳下来了，然后也没行凶也没杀人，而是下跪痛哭流涕改邪归正。他还说，你看穷不是問題，窮不是理由，我可以贈你2匹绢。绢那時候就是貨幣啊。所以這陳實這個由於聲名遠播，把這陳家開始起範了，從這颍川，然後緊接着就是三國時代，咱們講三國已經講過了啊，陳群這颍川出來的大謀士啊，陳群，而且這個有後勁啊。到曹丕托孤的時候，大家想想咱們講過這常偉啊、曹真，然後司馬懿、陳群，當然陳群幫助曹丕建立了9品中正制，那是中國第一次有系統的選官制，咱就不多講了啊。總之這陳群煽起來了，然後再往下傳，這不就三國就亂了嗎？然後就變成這個晉朝陳家就開始越來越有點不行了啊。那時候大世家都是那樣的，逐漸不行了。然後就南渡了，就是北方少數民族來了，五胡亂華，於是南渡就到了這個吳興到了這個江浙一帶去居住啊。然後那個時候南朝有新的氏族起來了嘛，王謝唐錢彥啦，王家啦，謝家啦，這個桓家啦，這都起來了啊。然後陳家就默默無聞，在這吳興忍着，哎，又來一位陳家子弟啊，這已經是我得算算啊，大概得是這陳實的可能有10幾代孫的時候，在吳興興起來一位叫陳霸先的帝王，就是咱們每次講到大家族必須要講啊，這家族最終扭起來一定得有人當皇上啊，才真的起來了。那陳霸先那時候陳氏在吳興已經就不太行，已經是落魄貴族了嘛，但是通常在落魄貴族出身的時候，尤其在亂世裡啊，就出身一特能打的。但是陳霸先這個比較神奇，這哥們兒文武雙全啊，在整個南朝歷史上應該被評為宋齊梁陳南朝4朝這些皇帝裡，南朝皇帝這個昏庸的亂七八糟什麼都有啊。這個尤其是陳霸先起範兒的時候，那梁武帝那簡直就是荒唐啊！這個一會兒把自己弄到廟裡去，讓群臣出1個億錢贖他啊；一會兒把錢都花給廟和尚什麼之類的，結果導致天下大亂。所以梁就是陳之前這朝代，然後還從這個北朝魏叛逃了一個將領，這哥們兒叫侯景。侯景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評價太差了。這個在南朝犯下的罪惡簡直是滔天，這侯景之亂實際上是把南朝徹底的，差一點吧，叫徹底的給摧毀了。這個陳霸先就崛起於平定侯景之亂，平定侯景之亂以後，又平定這個那個，把當時已經一塌糊塗南朝搖搖欲墜的情況下又給恢復起來了。恢復起來以後，當然了，南朝的故事就是禅讓的故事嘛。這個劉裕開始就是禪讓的，然後一直到他又被梁禪讓啊，於是建立了陳朝啊，也是中國歷史上應該是唯一的一個用自個兒家名字命名的這個朝代。因為漢朝皇帝姓劉，這個隋朝皇帝姓楊，唐朝皇帝姓李，這咱們都講了大家族啊，楊啊李啊，但是陳朝皇帝姓陳，就是唯一的一個，後邊也沒有了。但是他雖然建國才3年吧，大概就去世了，而且兒子還質押在北朝，所以就去世以後由侄子繼位。但是由於他在梁朝主政時代以及他建立陳朝的時代，以自己文武雙全、雄才大略，把南朝基本上給恢復起來了啊，所以整個這個歷史上啊，對陳霸先的評價是非常的高的啊，就是各種各樣溢美之詞全都弄他身上了。這個收拾百廢待興的江山啦，任賢使能，政治清明，然後等等的吧，恢復經濟啊，不拉不拉文化。總而言之，
南北朝時代南朝第一号皇帝就是陈霸先，但是这侄子这一支继承以後就不太这个争气吧，不太争气，总而言之传了30多年就被灭了。当然北朝出现了雄才大略的，咱们講了那個弘農楊氏啊，這個楊堅、隋文帝來了，再加上楊素也是弘農楊氏啊，最後滅掉了陳朝。陳朝後主陳叔寶就被遷到這個長安去了。但是陳叔寶有個弟弟啊，這弟弟呢就帶着家人就遷到了這個更南的南方。遷到哪兒去了呢？遷到江西這個江州這個地方啊，所以這一支的颍川陳氏從那兒開始就變成了叫江州陳氏啊。江州陳氏後來發展成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奇蹟啊，這大奇蹟就叫江州一門陳家。一門就是現在其實海外的陳家大量的都不說自己颍川堂啊，都叫一門陳氏，一門如何如何掛在那個匾上啊。這個為什麼呢？因為一門陳氏雖然是源自颍川陳氏，到了江浙的吳興啊，最後這個當了皇帝，最後一個皇帝的弟弟最後又跑到了這個地方，但是他們在那兒搞了一個吉尼斯世界紀錄，這一家子就住在一起不分家啊，300多年15代，一直到宋朝的時候變成3900口，一起生活，同炊同室，一塊做飯啊，一塊吃飯，和諧共處。這應該算是世界吉尼斯歷史上最龐大的一個，這不是家族，這就是一家子，就是最龐大的一家子就在這兒一起生活啊。所以到了這個宋朝的時候叫天下第一家，什麼天下第一門啊，當時這個給他們送了各種各樣的對聯啊，怎麼表彰他們這一家子如何如何如何。但最後到了宋朝的時候，宰相都出面了啊，這個文偃伯包括包拯、包公都出面跟宋仁宗說，他們這家族太大了，必須給他們分家啊。結果皇帝下令把一家子給分開，一直分到全國70多個郡去了，就是你們這家太厲害了啊。於是這個一門陳氏分到了全國各地，分到全國各地以後，一門陳氏一直都還很厲害啊。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有到福建去的，後來一門陳氏還出了一個陳友諒，大家知道這個元末了啊，跟朱元璋爭天下。陳友諒有人說了啊，陳友諒其實姓謝啊，他是入贅了陳家，入贅就是也是一支了嘛，那為什麼叫入贅呢？啊，所以陳友諒失敗以後，又有一大支去了福建，啊，所以先後大概有4、5次南遷，陳氏遷到福建去。大家記得韋小寶的師傅嗎？陳永華，陳永華是鄭成功最重要的謀士之一啊，跟着到了台灣，所以這一門陳氏又傳到台灣去，所以大家看到台灣的陳氏到處都掛着這個一門陳氏的各種各樣的匾啊，然後又從台灣和福建又流散到海內外，就流散到東南亞、美國等等等等，所以這個從颍川陳氏開始來的，一直到一門陳氏成為中國在海外最大的縣。後來還誕生了這個重要的這個國共兩黨的人物啊，包括國民黨的陳果夫、陳立夫，這個陳誠啊，包括中共這邊的啊，咱們的陳獨秀、陳雲、陳毅、陳赓等等這些著名的人物啊，到今天就數不勝數了啊。今天這個據說7000萬姓陳的人裡，有5000萬人是颍川陳氏的後代，颍川堂。這個雖然是第5大姓，沒有姓李的人多，但是它的集中度很高啊，就這颍川陳氏今天占了姓陳的天下的5/7。姓陳的朋友們可以查查家譜啊，看看自己是颍川堂還是一門陳，還是他們的分支。好，順後傳為陳祖先，商王封之今河南。淮陽古時為陳地，陳姓發源在此間。子孫不忘先祖願，改姓為陳弔先賢。此後陳姓始繁盛，至今3500年。姓氏人數今第5，美名傳遍華夏天。子孫多少豪傑在，只盡忠義顯人前。4大家族終於聊到了最後一位，這個很多人已經猜出來了啊。我看到很多留言裡說你一定該講錢氏了，當然也有說你要講別的王氏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想来想去，这4大家族里，我觉得目前最牛叉的，然后目前依然声名显赫的，首推这个叫吴越钱氏，到近代现代还拥有这麼多头銜的啊，這個可太少見了。他們家到現在還有1個諾貝爾獎獲得者，2外交大家，3個科學大家，4個國學大師，5個全國政協委員，據說有18位兩院院士。當然是這個兩院擴容之後啊，院士越來越多了，有18個之多，這個太嚇人了。當然在古代也這個不落人後，雖然不如咱們前邊講的這個3位李氏、楊氏、陳氏都出過皇帝啊，錢家雖然沒出過皇帝，但是出過國王。當然了，如果他要願意自己稱帝的話，也可以叫一個皇帝。因為咱們前面其實也講過，李氏和楊氏這2位皇帝，就是唐朝皇家跟隋朝皇家，後來都據陳寅恪大師考證其實不是真正的那個家族出身，而是攀附的因為自己成功了而攀附，那所以只有陳霸先算是真正的陳家後代，颍川陳氏。但是陳朝這個面積可真的是不大大家知道這個南北朝時期本來南朝面積就不大其中陳朝還是南朝最小的面積為什麼呢？因為實際上陳並沒有完全滅了梁，而是梁是被北朝滅掉以後，又在上游建了一個傀儡的後梁，所以這個宋齊梁陳的南朝，宋齊梁其實都前進到淮河一線包括西邊也都在長江上游唯獨這陳朝呢，這個當然後期曾經奪回過一點但是主要是已經在長江以南，而且只有長江下游，長江上游還是傀儡的這個後梁，所以以至於最後滅陳的時候特別容易，就是從上游武漢這塊直接順流而下，因為他沒有掌握長江中上游，所以一個割據政權，那你說自己是皇帝，那就是皇帝唄，那你說自己是國王，那就是國王唄。那錢家也一樣錢家開家譜的這個大師，這個家族第一次起範兒這錢鎏，他其實你說他在吳越國，這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國這個你說五代十國時期的這梁唐晉漢周，他自己都稱皇帝，其實那面積也沒比其他幾個大國大多少。吳越國當時面積也不小雖然沒有李後主的南唐大，但是那也包括整個浙江，包括上海、蘇錫常地區吧，最富庶的南北直到福州。其實也不小，只不過人家沒稱皇帝而稱了王這個錢鎏這個人跟大家說兩句因為錢家到後來這些大師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開宗這位大家伙錢鎏大家可能不是特別熟悉唯一熟悉的就是趙錢孫李因為百家姓是這個宋朝的時候定的，那所以趙肯定就是趙家人嘍。那為什麼錢排第二？就是因為錢鎏。錢鎏這哥們兒生下來的時候長得有些怪異，當然其實沒看見照片這古代都是這樣的，只要人未來當了帝王生下來的時候肯定回溯成一定有什麼異象，或者海螺角，或者是天上有霞光，但是他是生下來他爸覺得不祥長得不是怪，就給他扔井裡了然後他奶奶心疼，偷偷摸摸把他從井裡給撈出來了，所以他的乳名叫婆鎏，就是婆婆給留下來的。錢鎏當然是跟所有的開宗的大腕兒起範一樣，主要都是靠軍功因為最開始通常都是靠軍功出身，因為靠文出身是爬不到那麼高的，尤其不會當國王跟皇帝，沒有文出身當國王跟皇帝的，那一定是武出身他也一樣先是當這個偏將啦，在浙江平叛啦。大家知道唐朝末年除了軍閥割據節度使這亂打以外，還有一個叫黃巢的大規模的起義或者叫作亂吧。總而言之，黃巢最著名的就是一路吃人肉說你看別人得雇人運軍糧，我不用雇人運軍糧，我的軍糧自己會走路。這個一邊到處燒殺搶掠一邊拴着幾十萬百姓走到哪兒就吃人，這就是黃巢。而黃巢亂的就特別可怕，这是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把中國縱橫貫穿一個透從長安一直到廣州這個東邊到杭州，哇天，搞得一塌糊塗這滿城盡帶黃金甲就是黃巢當年考試沒考上的時候，這個發誓要報復所有的人寫的。
錢鎏呢，當然是沒跟黃巢在一起啊，他本身是個小鹽販子啊，所以這鹽販子最後從軍，唐朝天下大亂的時候，黃巢也是個鹽販子出身啊，結果這倆人倒沒弄到一塊兒去，所以黃巢打到這個杭州的時候，錢鎏拼死抵抗啊，所以這個一定要每一次站隊都站得正確啊，才能名留青史，而不是遺臭萬年啊，所以他就拼命抵抗黃巢軍隊，雖然人少，但是連蒙帶嚇吧，派人跟黃巢說此地有兵屯駐800里，黄巢一聽嚇一跳跑了啊，其實800里是那兒一地名啊，於是這個錢鎏在抵抗黃巢中啊立下了汗馬功勞啊，最後浙江兩鎮就成了他的地盤，這哥們兒挺好，就沒啥大野心啊，就在浙江待着就挺好，而且在浙江這個保境安民啊，稍微有一點像這個民國時代，比如說阎锡山或者是李宗仁那種，就是我們就在自己這省保境安民，在省里搞建設啊，在省里搞水利，在省里搞農業，他修了钱塘大堤啊，抵抗這個钱塘潮。他的國家叫吴越國啊，所以叫吴越錢氏啊。吳越國的水网都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这個與民休養生息啊，低稅收，然後發展貿易，所以農業發達。據說當時浙江省沒有一寸荒地，然後跟日本和契丹等等地方啊發展了各種各樣貿易，反正就是賺很多錢吧。說實在的，江浙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的中心啊，吳越國的錢鎏是起了重大作用啊。当然了，從孫權開始就開發，但是那個開發程度跟到吳越國時代錢鎏是不能比的啊。所以老百姓把它供起來，這有點像很多政教合一的國家那種領袖啊，比如說泰國的普密蓬國王，那老百姓就是你什麼制度上来都沒用，大家就聽國王的，每一次軍隊政變也好，幹嘛也好，国王只要一出來就啥事沒有啊。所以在這個吳越國裡面，他不但是國王，而且他被供為海龍王啊，因為他治水嘛啊，所以這個一愛人間啊，以至於宋朝當時建立了以後，當然是靠政變上台的趙匡胤啊，滅了好幾個國家，5代10國嘛，大概他滅了有7、8個啊，包括南唐其實都打了一下，當然南唐後主投降了啊，但是這吳越國最後就沒有打。吳越國的國王當時已經是錢鎏的孫子了啊，叫錢弘樹，叫獻土入宋，按今天的這個最流行的話說，就叫實現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啊。那所以當時宋朝的皇家為了表彰和平統一的前世，所以在這個趙錢孫李把它放在第二個，比孫和李這個後宮這個姓還要在前面啊。他們家不但有這個百家姓排第二，而且他們家還有一個著名的叫丹書鐵券，這個東西大家到處都聽說過啊，因為它平叛有功嘛，昭宗賞的一個鐵券，現在就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大家有空去看的時候可以看到啊，上面寫着卿庶九死，子孫3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就是你本人錢鎏，你庶9死，犯9次死罪都免死啊，子孙免3死，犯3次，普通的刑罚有司不得加責啊，就是这免死金牌啊，这是评书里听了很多，这是真的啊。這個鐵牌一直在各朝各代都是國寶級的東西啊，其中在宋朝年間還被朝廷拿走了啊，一直到了宋仁宗期間才把這個還給了他們錢家。錢家一直是望族啊，後來元朝來的時候失蹤了啊，到後來就給打撈上來了。大家去看的時候還會看到那個上面不但生了鏽，還有幾個字給磨沒了，就是因為有個土鳖叫朱元璋，然後當時得到這個鐵牌以後，不知道真的假的，說我磨磨看他刻的深不深，朱元璋就磨了一下，不就有幾個字給磨沒了，因為朱元璋反正他也不識字這個抗戰的期間，當時為了保護這個鐵券，還把它藏在了井裡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是錢氏把這塊牌子獻給了國家錢氏後面的人，其實如果大家仔細聽我們之前的節目的話，我們經常會提到，比如說我們講這個南明悲歌的時候，講到錢謙益南明當時朝代的重臣，也是跟柳如是發展各種愛情等等，咱們當時都講了这就是錢家後代
啊。但是钱家後來在江浙一帶分布成了，比如說有无锡钱氏，都是他们的分支啊，吴兴钱氏、杭州等等。从他们这些各个支的，后来已经变成就是大家没法論輩分了，因為每一支都有自己的8個字、16個字等等等等啊，所以支跟支之間沒法論輩分，只能按誰歲數大，這個誰就叫叔，誰歲數小叫侄。所以錢穆曾經說啊，說我管錢鍾書他爸叫叔，錢鍾書也管我叫叔，因為他們就是不同支，只是同大宗，所以他們沒有辦法論輩分了，已經太多年啊，就是說大族裡頭誰歲數大點就誰來嘛啊，所以他們家現在你看啊，一個諾貝爾獎錢永健啊，這是永字輩的，然後這個倆大外交家，就是兩岸的這邊的外交部長，後來當國務委員的錢其琛啊，以及對岸的錢復啊，這倆外交部長。然後科學這三錢嘛，著名的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啊，這個多說一句啊，這三錢有2位我都見過，小時候這我見過啊，錢學森錢先生。因為錢先生的博士導師馮卡門的博士導師普朗特是我外婆的博士導師，雖然他們小學是同學，最後博士讀完回國以後，錢森得管我外婆叫師姑啊，所以這兩家關係很好啊。包括去年我舅舅過69歲大壽的時候，然後當年老一代的院士、科學家這些的孩子們聚會，然後當然我也參加了，我正好就坐在錢永剛叔叔旁邊，就錢永剛就是錢學森先生的公子啊，後來我還跟錢文忠成了哥們兒啊，有時候一起吃飯喝酒，還一塊打電話給錢永剛叔，這個他也是錢家後代的優秀人物之一啊。這個錢文忠教授，錢偉長先生我也見過，這個咱們以前在其他節目裡還講過錢偉長先生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當時紅衛兵文革的時候考教授，那當時把清華教授都抓起來說考你們微積分，你們到底會不會啊？結果大家考平均分都還很高啊，我的外公外婆當時都考了80多分啊。這個結果錢偉長先生不知道為什麼一緊張就哭起來了，在考場上說小將們能不能讓我拿回家去做可見那時候學校亂成什麼樣，這個錢先生也被迫痛哭流涕啊。所以科學三大師，然後國學就更多了啊，錢穆先生、錢鍾書先生以及他們家，哇，這就不一一再提了啊。總而言之，這個吳越錢氏歷千年而不衰，應該說在世界上都是有很重要影響力的這個家族。好，咱們4大家族今天就聊到這裡。偶記一件很多年前的往事，這個往事要倒推到我18、19歲的時候，那時候剛剛考上清華，然後家裡獎勵我說你旅行一下吧，於是我就轉了一大圈，然後先到上海、杭州老家等等轉一圈，最後我決定自己坐一次海輪，那時候我還從來沒有到大海上坐過輪船啊，於是就買一張船票，從上海一個人坐船到了青島，然後到了青島呢，一下船碰見一個很好看的青島姑娘吧，當時大概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一點，我就問她，我說怎麼找旅館？那時候我也沒有獨立出過門，剛高中畢業。他就帶我找旅館，然後轉來轉去，最後就找了一間很小的旅館，然後他就從第二天開始帶我在青島到處玩，很有意思啊。有關他我就不多講了，但是讓我永生難忘的是，有一天他帶我在街上轉來轉去，看見一個算命的。你看那個時候剛考上大學，對未來充滿了各種憧憬吧，就說那算算命吧，於是就在那兒算命，然後那個算命的也不知道是真瞎還是假瞎，還是看見我身邊有一個好看的姑娘生氣了，還是真的是大仙兒。當然他其他幾件事算的都很準啊，所以我就還挺信他的。然後最後我就問他，我說我啥時候死啊？我這種人嘛，一直以為自己無所畏懼，所以就問了他這麼一問題。然後他說你35歲死啊？我說我天，我還第一次見到算命的人跟人說你多大歲數死，而且還
要英年早逝這種，雖然算不上夭折吧，但是35歲也太早點。然後這個事兒就一直在我腦子裡，時不常的就蹦出來，這個回旋一下啊，以至於到了35歲之前，我就越来越覺得，这個事兒我得跟他比劃一下，不能這麼束手就擒，坐以待斃。所以就到了35歲前一天，就是我是11月14號生日嘛，然後13號那天，我實在是這個坐立不安，我說那我就乾脆去趟五台山吧，到五台山去拜拜佛，然後看看我是怎麼死的。於是就自己開車去了五台山。大家知道五台山差不多10月初就封山了啊，因為它特別的冷，是華北很高很高的高峰，所以11月中旬到那兒的時候荒涼極了，就是我還第一次去到沒有人的五台山，特別荒涼、寒冷、萧瑟。大清早上吧，到了那兒就沒什麼人，看見一個蹲在街邊角落裡的一個小年輕，很年輕啊，我猜大概也就10幾歲吧，15、16歲、17、18歲這樣。我說你在這幹嘛？他說我等着當導遊。我說你當什麼導遊？這都沒有游客，你怎麼當導遊？他說你不是來了嗎？啊，我說嗨，也確實有像我這樣有點病的。然後我說那行吧，你幫我找個那種越野車，因為我的車開不上山頂，因為五台山那時候大量的山頂的路都是土路，得找一辆那種越野吉普才能開上去。他就帮我找来一个很破的那种国产的吉普，然后于是我们就上山了。上山的时候我坐在副驾驶，他坐在後座，我就跟他說，我說你千萬不要給我講任何事情，我最怕的就是導遊跟我講說你看這塊石頭像什麼，那棵樹像什麼，然後尤其你不要跟我講佛法，這些事兒都不要講。我說我就自己想安靜安靜。於是他就一整天也沒說話。我先是去了五爺廟，因為我以前每次去五台山的時候通常都不太拜佛因為我不是特別想向佛求東西或者是什麼，偶爾也就站在佛邊上說，哎呦佛你還挺年輕嘛，我都老了或者說佛你好就好了，我也沒什麼要求的。但是我每次去都會去一間叫五爺廟的地方，跟五爺聊聊天，匯報一下我今年的生活是談戀愛啦，還是換了份工作啦，等等通常說完了以後還給五爺唱兩句戲。這五爺特別逗，他就喜歡聽戲，所以通常人去許願然後實現了的時候，就會到山下五台縣或者甚至到太原去請個戲班子來給五爺唱戲。經常就看到香火盛的時候有1、2台戲同時在院裡給五爺唱。我那天去的時候廟裡一人也沒有，特別冷清，我就自己跟五爺說，我說五爺今天是我最後一次來看你如果我能過了今天，我就勇敢地向前走了，就不再來看你了，今天來跟你告個別。然後自己因為沒人，於是扯開破鑼嗓子高亢地給五爺唱了一段戲，然後就繼續上車上台頂。我們就到了這個東台、西台、北台、中台等等嘛，轉一大圈，走到哪兒都拜兩下到晚上差不多都9點多鐘了吧，9、10點鐘的樣子，特別冷，零下好多度，尤其到山頂上那是差不多華北最高的山之一吧，到山頂那種朔風呼嘯，然後我猜得有零下10度，就是剛走下車跑到南台小廟裡，整個就吹透心涼。然後我就趕快跑出來了，都來不及仔細拜，我就準備上車暖和暖和。結果一上車一看，那司機沒在，司機在離車大概不遠的地方在撒尿，那車就停在懸崖邊上，他也站在懸崖邊上撒尿。山上還有雪，然後我就冷得不行，我就想趕緊就打一下火，讓車着起來，好暖氣有我就坐在副駕駛去擰了一下這個油門，結果這個油門嚇我一跳，這車就呼的就往前走了一下，我一看
那個檔掛在1檔，當時我沒有仔細想他為什麼掛在1檔，後來我才知道其實是他手剎壞了，他就沒法拉手剎。大家知道手排檔的車，如果你沒有手剎，而你停在坡上的時候，你就把檔掛在1檔，那就別住了，那車就不會往前溜。但是如果你摘了檔，那車可就溜起來了，因為沒有手剎，停在那種很斜的一個坡上，前面就是萬丈懸崖。結果千不該萬不該，我一看那車向前一走，因為你一打火，它掛在1檔，它就往前走一下。其實我如果不動的話，它大概還會坐回来。結果當時一害怕，我就一下把檔摘了，前面就懸崖嘛，結果檔一摘壞了，那車直接就向着懸崖溜過去了，大概差懸崖邊就2米的樣子往那兒溜。我一看前面完了，萬丈懸崖，我再一看旁邊司机撒了一半尿，目瞪口呆，张着大嘴，尿也忘了撒了，也忘了撒完了吧，然后就看着那車往悬崖溜過去了。我一想，我天，原来我是这麼死的呀，這算命的也算的忒準了一點。哎，當時就腦子裡閃出3個大字，完蛋了。我曾經想過死前要吟詩一首，曾經想過死前要高歌一曲，等等等等，結果到那時候全忘了。你發現你不管多自詡才子什麼，到那時候就只有仨大字，完蛋了。我都忘了後座還坐一人，結果這時候突然間就旁邊黑影一閃，後座這小伙子一下子就恨不能是跳過去的，跳到這個司機座上，使勁一踩，那車剎住的時候大概離懸崖邊不到半米，就再往前2秒鐘就下去了。那華北的最高峰之一啊，万丈懸崖，司機褲子都沒提，衝回來的時候，我天，我們大家全傻了。然後下山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說哦，這個算命的還有點意思啊，而且我還對了，我還來了五台山，而且我還拜了佛啊。最重要的還不是拜佛，而是我可憐一個沒有客人的小導遊，然後帶着他走了1天，但是我最後給了他3000塊錢啊。大家想10幾年前的時候給了3000塊錢已經很多很多。然後我们幾個在山下敲開了一個也不知道是飯館還是人家，那已經很晚很晚，大概夜裡11點多12點，然後在那兒喝了1斤白酒，大家一起，然後我給他們講我的這個為什麼來五台山，他們也都聽傻了，說哇，說這個人生簡直太有意思了，也不知道是我憐憫人憐憫對了，還是那位小導遊就是佛本人啊。總而言之，在關鍵時刻救了我的命。第二天睡了半天，我起来開車回北京的時候，特別感動的是一路上是那種暴風雨一樣的，大家祝我生日快樂。然後一個人往回開的路上，我就想，我說從今天開始我就什麼都不怕了。聊了一件我都忘了很久的事兒，突然間這2天想起來，大概也是因為本命年吧。